村头的寡妇进城，我弟好心开车送她，没想到她却到处散播谣言，说我弟在车上对她动手动脚，后来甚至联合村长挺着肚子逼婚，不娶就告她猥亵。我弟老实本分，百口莫辩，无奈之下答应结婚。此后半生，他辛苦养着寡妇和孩子，却在查出癌症当天被母子俩送去和八戒同住。我冲上去讨公道，却被村长设计嫁给村里最烂的老光棍。弥留之际，我才知道寡妇的孩子竟是村长的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寡妇要进城的那天。耗子，姐要去城里买东西，搭个顺风车呗。行，如烟姐，你上来吧。哎呀，如烟，真不巧，我弟要去城里办公室，不顺路。你要是急，村口有网约车，方便得很。婉妹子，咱乡里乡亲的，搭个车怎么了？公事私事不都进城，捎我一段能费你啥？你是不是嫌我是寡妇晦气，故意刁难我？他嗓门越喊越大，摆明了撒泼耍赖，非要上车不可，引得路过的村民都探头探脑。行，要做可以，上一世你就是这么毁了我弟弟，这一世你自己送上门来作死，我绝不拦着。耗子，开车的时候把记录仪双镜头都打开，少说话，到地方直接让他下车。行，姐，听你的。半个月后，村口大槐树下围得水泄不通，柳如烟坐在地上哭天抢地，拍着大腿尖叫：天理难容啊！半个月前，我搭林浩的车去城里办事，他竟然在车上对我动手动脚，还威胁如果敢说出去，就要让我全家陪葬。我本来想着打碎了牙往肚里咽，可没想到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乡亲们都评评理啊！这让我一个寡妇怎么活啊？还有造孽啊！林浩看着那么老实，咋能做出这种事啊？柳如烟一个寡妇不容易，这要是真的，可太欺负人了。耗子这孩子平时挺本分的啊，不过这事儿都说不清，车上就他俩，女的都怀孕了，还能有假？就是啊，谁会拿自己名声开玩笑啊？林浩这次怕是躲不掉了，必须得负责。我早料到这一天会来，没有急着往村头赶，而是径直去了村里最烂的那个老光棍家。这一世，我要把所有我承受过的苦难全都还给柳如烟。张老根要老婆不要。婉妹子，你这是……柳如烟那身段那模样，你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吧？等会儿跟我去村口，站在旁边等着，我一喊你就出来认人，只要你敢应，我就让村长当众做主，柳如烟铁定嫁给你，这钱就当我给你的喜钱。婉妹子，当真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你说说，哪有媳妇自己送上门的好事？这是老天爷都在帮你讨婆娘啊！记着到了村口，你先别露头，躲在人群后面，等我叫你，你再出来领媳妇儿。中，我都听你的，媳妇，俺来了。林浩，这事闹大对谁都不好，为了咱们村的名声，你必须负责，3天后立刻结婚。村长，我没有，我根本没碰他。就是你，车上就我们俩，你对我动手动脚，现在想赖账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铁证。这事没商量，你要是不娶，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，工作和名声全都会受影响。村长，话别说太死，是不是谁让她怀了孕，谁就必须娶她？不管这人是谁，哪怕是村里最烂的老光棍，你也做主，也批准。对，谁的重我嫁谁，就是林浩的，除了他没别人。没错，谁做的谁负责，这是做人的道理。好，全村人都听见了，谁也别反悔。大家看好了，这是那天搭车的全程录像，林浩碰都没碰他一下，猥亵，纯属栽赃陷害。你骗人，这视频是假的，什么记录仪能拍到车里？幸好我弟车上开了双镜头行车记录仪，前后排拍得一清二楚，不然还真就有嘴说不清了。而且我知道你肚子里孩子是谁的，那是我迷迷糊糊中记错了。林浩当时把我拉到了玉米地里，孩子就是他的，你们别想不认账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张老根，你自己说，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人群里的张老根挠着头，嘿嘿走到柳如烟面前，掏出一个碎花发夹，大声对着全村人说道：柳啊，这事别赖耗子了，那天晚上是你主动找的我，这发夹是你落我家的，你搭耗子车就是做幌子，孩子明明是我的，我愿意娶你。你胡说，这发夹不是我的。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总不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？刚才你还拍着胸脯说谁的种嫁谁，现在就不认账了。今天这事儿全村都看见了，他敢认敢担，你要是再赖，就是故意败坏咱们村的风气。原来他是想赖上老实人啊！我就说耗子不可能干这种事，果然是栽赃。这寡妇也太不要脸了，自己做的事不敢认。村长王长贵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下意识往柳如烟身前挡了挡，眼神慌乱。大家别乱猜，这事还没查清楚。
清楚，不能乱下定论。村长，刚才可是你亲口说的，谁做的谁负责。现在张老根愿意认，愿意娶，柳如烟也怀了孕，这不正好顺了他们的意？怎么你现在又想反悔了？还是说这孩子的来历你比谁都清楚？王长贵被堵得哑口无言，额头上渗出冷汗。他知道再护着柳如烟，自己的心思就要被戳破了。柳如烟还在哭天抢地，死死拽着王长贵的袖子。村长，你救救我，我不能嫁给他，他是个烂人，我不嫁。如果嫁给他，那我孩子这辈子就完了，你忍心吗？这孩子可是……够了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孩子是张老根的，那你就嫁给他吧。我今天就做主了，下午就去把证领了。谁再闹，就是跟整个村子作对。咱们村马上要评级了，容不得一点不光彩的事。柳如烟瘫在地上，眼神空洞，她看着周围村民鄙夷的目光，看着张老根搓着手一脸得意的样子，情绪到了临界值。王长贵见状，赶紧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急哄哄地哄他：你先忍忍，先嫁给他。张老根手里多少还有点补贴钱，比闹大了强。你先应付着，后面我一定替你好好教训林婉和林浩，给你出气。再说孩子的事还有我呢，不会让你们娘俩受委屈的。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张老根，快点把他领回去。媳妇儿，走，回家生娃去。多谢村长，多谢婉妹子。人群哄笑着散去，柳如烟的哭喊声被淹没在热闹里。当天下午，柳如烟就被张老根拖去领了证，家里连个红纸都没贴。当晚，张老根家那更是鸡飞狗跳，柳如烟的惨叫声半个村子都能听见。我不活了，救命啊！叫唤个屁！进了老子家的门就是老子的人，你肚子里揣的那个野种必须给我打掉，不然老子饶不了你。林浩听着那边的动静，有些不忍。我夹了一块鸡腿塞进他嘴里，吃你的肉。耗子，你记住了，要是今天那个新郎官是你，现在被打的就是咱们姐弟俩。想想以后的日子，今天你要是心软了，给那女人缠上了，你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林浩低头扒饭，再不敢多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看见柳如烟鼻青脸肿的出来倒尿盆。不过让我意外的是，孩子居然还在。想来他是用了什么法子把张老根哄开心了，居然甘愿给别人养孩子。柳如烟眼神恶毒地盯着我，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在等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那是村长的种，到时候他领着孩子拿着亲子鉴定上门，王长贵不认也得认，到时候肯定会给他撑腰，让他翻身。转眼过了3个月，柳如烟的肚子大得离谱，根本不像3个多月的样子。村里又开始有了闲言碎语。哎，你们算算日子，柳如烟嫁过去才3月，肚子咋这么大了？是啊，他倒是那时候说是半个月前怀上的，这肚子怎么看也不像3个半月的，看着倒像5、6个月的。看来这孩子也不是张老根的啊！难怪当初急着赖上耗子，原来是想找个冤大头。这天，张老根喝得醉醺醺的，提着个空酒瓶晃回了家。一进门就看见柳如烟正偷偷煮鸡吃，张老根一脚踢翻了锅，滚烫的水洒在地上，吓到了柳如烟。哈，你疯了，伤着了怎么办？如何呢？又能怎？你当老子是菩萨，娶你回来天天供着？我告诉你，柳如烟，你嫁进我张家门1天，就得给我当牛做马1天，还敢偷偷炖鸡补身子，你配吗？你那天都承认了，村里人都以为孩子是你的。你当全村人都是瞎子？你嫁过来才几天，肚子就鼓成这样？我告诉你，再敢偷吃，我连你带肚子里的野种一起收拾。村里的流言让柳如烟又气又怕，他只能把所有委屈咽下去，眼巴巴等着村长帮他压下闲话。可王长贵现在比谁都躲着他，上次村口闹那么大，他已经惹了一身腥，再敢靠近柳如烟，等于不打自招。柳如烟等不到村长撑腰，又被张老根天天打骂，整个人越来越疯癫。他开始故意堵我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我，我跟你没完。当初是你自己要搭车，自己要栽赃，自己拍着胸脯说谁的种嫁谁，路是你选的，你怪谁？我过得猪狗不如，你林婉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做梦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。随便你，我并没有把柳如烟的狠话放在心上，直到我托人给林浩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姑娘，两人眼看就要定下来，柳如烟却开始天天往邻村跑。她故意穿得破破烂烂，一瘸一拐，装出一副受尽委屈的可怜样，逢人就哭诉：你们可要给我评评理啊！我一个寡妇被林浩欺负了，他不负责任，他姐姐林婉还联手把我推给村里那个烂人老光棍，我这肚子里都怀了他的娃。我本来不想闹大，可他们姐弟俩太欺负人了。你们村的姑娘那么好，可别往火坑里跳啊！这些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传到了邻村姑娘家里。姑娘的父母气得脸都青了，当场就把媒人堵在门口。他林浩看着老实，没想到是这种人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，还想娶我闺女，门都没有。我们家虽然不富裕，
但清清白白，这种沾着寡妇怀着孩子的烂事，我们绝不沾。这门亲不谈了，以后别再提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这里头有误会啊！误会不误会的我们不管，名声都臭了，我闺女不能往火坑里跳。你回去告诉林家，这门亲事彻底黄了。他林浩要是敢纠缠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媒人灰头土脸的跑回村里，把原话一字不落的带给了林浩。他急得团团转，脸色发白，整个人都蔫了。姐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他们为什么都不信我？姐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柳如烟这是要一点点磨毁我们，让我们一辈子抬不起头。耗子你放心，这事交给姐来处理。隔天一早，我跑到邻村人最多的地方，扬声喊了一句：各位乡亲，有空的都来小卖部一趟，我给大家看样东西，还给我弟弟一个清白。村民们一听，全都围了过来。柳如烟也混在人群里，心里发慌，却又硬着头皮想看我怎么收场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那天的行车记录仪视频，直接投屏在小卖部的电视上，画面清清楚楚，车里空间完整，林浩坐得笔直，全程没碰柳如烟一下。反倒是柳如烟几次主动往林浩身上靠，伸手去拉他，都被林浩躲开，全程无声，却比任何话都有说服力。视频一放完，全场瞬间安静。村民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全都明白了。原来是柳如烟自己往上贴，亏我们还同情她，原来是她栽赃。这女人也太毒了，毁不掉人就毁名声。柳如烟的脸唰的一下白了，浑身发抖，想偷偷溜走，却被几个大婶拦住。你刚才不是还到处说林浩欺负你吗？视频都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自己要逼婚，要栽赃，现在还来毁人亲事，你的心太黑了。柳如烟被围在中间，百口莫辩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竟然留着这么完整的证据。我走到她面前，声音不大，却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柳如烟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你再敢乱嚼一句舌根，毁坏我们家的名声，我就把这视频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什么嘴脸。柳如烟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低着头灰溜溜的挤出人群跑了。而林浩的清白也彻底找了回来。邻村的姑娘听说真相后，托人带话说愿意再处处看，可柳如烟心里的恨并没有消失。孩子还没生，她还有最后一张牌。又过了1个月，张老根输光了所有钱，回家就拿柳如烟撒气。你这个丧门星，娶了你我就没赢过，全是你给我带的晦气。张老根从一开始娶她本就是冲着能给自己留个后，可如今日子过得憋屈，还得给别人养孩子，他眼珠子一转，正好借题发挥，大闹一场好额钱。他故意装得暴跳如雷，一把揪住柳如烟的胳膊就往村长家拖，边走边扯着嗓子喊，生怕全村听不见。王长贵一听心道大事不妙，刚想从后门溜，就被张老根堵在了院子里。看热闹的村民呼啦一下围上来，里3层外3层，堵得水泄不通。村长啊，你可得给我做主，当初是你硬把柳如烟塞给我的，我好心收留她，可她嫁过来就怀着别人的野种，把我当冤大头耍啊！你胡说，你明明早就知道。我知道啥？我啥也不知道。你这肚子明眼人一看也不是半个月，别想狡辩。王长贵被逼到墙角，脸色惨白，进退两难。他想护着柳如烟，又不敢暴露自己，想不管，可这门亲事是他当众拍板的，想推都推不掉。别闹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赔我钱，赔我脸面，不然我就去镇上告你。村长，当初在村口可是你当着全村人面说的，谁的种谁负责。现在张老根都说柳如烟怀的孩子来历不明，他被耍得这么惨，你作为一村之长，总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。王长贵张了张嘴，想反驳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村民们看他的眼神已经从看热闹的好奇变成了心知肚明的怀疑。就在这时，人群后面传来一声尖利的呵斥，只见王长贵的老婆李桂兰挎着菜篮子，怒气冲冲地挤了进来。王长贵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在这儿装什么糊涂？全村人都看明白了，这野种是不是你的？李桂兰性子泼辣，在村里出了名的不好惹，平时连王长贵都得让他3分。他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村民，冲到柳如烟面前。柳如烟，你个狐狸精，我早就看你不对劲了，天天往我家跟前凑，原来是憋着坏呢。你怀着野种嫁张老根，是不是早就跟我们家老王勾搭上了？不是我，不是的，你别冤枉我。他想躲，却被李桂兰一把揪住胳膊，死死攥着不放。张老根一看这架势，眼睛瞬间亮了，也不打滚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拍着大腿起哄。桂兰嫂子说的对，我看就是这么回事。村长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要么赔我钱，
要么把这狐狸精领走，不然我就去镇上告你徇私舞弊，败坏村风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没有的事，快松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丢人现眼，现在知道丢人了。当初你偷偷给这狐狸精塞钱，帮他逼婚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丢人？王长贵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把你那些龌龊事全抖出来。李桂兰的话像一颗炸雷，在人群里炸开了锅，议论声瞬间拔高了8度。我的天，原来村长真的跟柳如烟有事儿啊！怪不得当初要诬陷林浩，还硬把柳如烟塞给张老根，原来是想掩人耳目。桂兰嫂子说的对，可得好好查查，不能让村长这么糊弄大家。没有的事，别在这里胡搅蛮缠。王长贵被骂得面红耳赤，又急又怕，后背全是冷汗。他既怕李桂兰真的抖出更多秘密，又怕村民们的议论传到镇上，丢了自己的村长职位，更怕暴露孩子的真相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孩子确实是他的。现在不能认，绝对不能认，反正现在也没法证明孩子是我的，先不承认再说。李桂兰虽然泼辣，但她没有实据，村民们也只是猜测，只要我死不承认，撑过这阵子，风头过去了，一切就还能挽回。要是现在认了，村长的职位肯定保不住，镇上追责下来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柳如烟那边更不能管，她现在就是个麻烦，沾上她只会把我也拖下水，就让她被张老根折腾去吧。想到这里，王长贵猛地抬起头，语气冰冷又坚决：都别在这里胡言乱语了，我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，孩子更不可能是我的。从那天起，村长在村里的威信一落千丈。以前村民们见了他都会恭敬地打招呼，如今要么绕着走，要么在背后指指点点，没人再把他这个村长放在眼里。他再也不敢管柳如烟的事，哪怕在村口撞见，也会赶紧低下头，加快脚步躲开，生怕柳如烟缠上他，暴露了那层见不得人的关系。柳如烟彻底被抛弃了。张老根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他身上，打骂成了家常便饭。他每天蓬头垢面，眼神里只剩下怨毒。偶然刷到短视频里有人卖惨圈钱，一夜之间涨粉几万，眼睛顿时亮了。这世道，只要会装可怜，就能弄到钱。柳如烟偷偷躲在柴房里，用脏兮兮的袖子抹了把脸，特意把衣服扯得更破，头发揉得乱糟糟，对着手机镜头开始哭。我就是一个命苦的寡妇，本来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可就因为搭了同村弟弟的一趟车，就被他们一家人往死里欺负。他们颠倒黑白，到处败坏我的名声，还把我强行嫁给村里最混的老光棍，天天挨打受骂，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。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。为什么老实人就要被这么欺负啊？视频刚发出半小时，播放量就破了万，评论区直接炸开了锅。太心疼了，一个寡妇带着未出世的孩子被人这么欺负，换谁都撑不住。这都什么世道了，还能有这种事？欺负寡妇算什么本事？必须曝光他们。楼上的大哥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种事情在落后农村还是挺常见的，好像进化的时候没带上他们一样。姐姐别难过，我们都支持你，已经给你打赏了，买点吃的补补身体。看着都揪心，这村里的人怎么能这么坏，联手欺负一个弱女子？什么都不说了，尽点绵薄之力，希望姐姐能熬过难关。打赏金额不停上涨，柳如烟看着手机屏幕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她每天换着场景拍视频，要么蹲在破败的屋门口哭，要么露出身上的淤青，要么对着镜头摸自己的肚子。网友们越发心疼，打赏越来越多。与此同时，有好心的网友扒出来我的社交账号，私信瞬间像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直接把行车记录仪视频发到了网上，配文只有一句：真相在此。他自导自演，全程污蔑我弟弟。可我没想到，网络上的舆论早已被情绪裹挟，大部分网友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弱者，根本不愿看证据，反而把矛头更凶地对准我。一个大女人欺负可怜寡妇，还好意思放视频？视频谁不会剪辑啊？我不管什么记录仪，我只知道这个姐姐被打得满身伤，她就是弱者。林婉，你太狠了，把人逼成这样还不够，还要在网上抹黑她，你的心是黑的吗？就算搭车是真的，可你们把人嫁给老光棍就是事实，欺负人就是不对。太恶心了，欺负完还想洗白，大家继续给姐姐打赏，别让她被恶人欺负。舆论越闹越大，网友们顺着线索扒出当初是村长当众逼林浩认下，并做主把柳如烟嫁给张老根的事，瞬间把王长贵也推到了风口浪尖。网上全是骂他不作为，偏袒恶人，联手欺负寡妇的声音。王长贵走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，连家门都不敢出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？现在全网都在骂你，我们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村长看着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，看着自己媳妇的泼妇样，又瞥了一眼柳如烟的直播打赏金额，那数字比他当村长1年的工资还要多好几倍。他心里猛地一动，当村长天天受气还赚不到钱，靠网络赚钱又快又轻松。现在如果跟柳如烟站在一边，不仅能一起捞钱，还能摆脱眼前的骂名。王长贵咬了咬牙，彻底被利益冲昏了头脑，转身就往柳如烟住的破屋跑。此时他正在对着镜头卖惨，王长贵一把推开门，直接凑到镜头前。网友们，对不起，
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更对不起柳如烟。当初是我糊涂，被林家姐弟蒙蔽，才错怪了柳如烟，把她推到了火坑里。我对不起她。村长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怪你。两人一唱一和，瞬间把网友的情绪拉到最高点。王长贵干脆天天守在柳如烟的镜头前，扮演迷途知返、守护弱女子的好村长。柳如烟则继续卖惨，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他们直播聊家常，讲委屈，直播间人气居高不下，打赏礼物不停刷屏，收入比种地当村长多了10几倍。看着两人靠着谎言赚得盆满钵满，我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。我没有直接出面，而是悄悄把柳如烟腹中孩子生父是村长的消息匿名捅到了网上，还附上了上一世两人私下勾结、村民私下议论的证据碎片。一夜之间，待村长与寡妇私生子，再摆村长骗网友打赏早的词条冲上热门，舆论彻底炸了。网友们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，骂声同时涌向王长贵和柳如烟。合着俩人是一伙的，骗我们同情心刷礼物，太恶心了！我居然还给他打赏了，退款，这是诈骗！这种撒谎圈钱，必须举报封号。难怪当初拼命逼林浩接盘，原来是自己的种。舆论彻底失控，平台开始介入调查，村民们也全都知道了真相，天天围在村长家门口唾骂。他老婆李桂兰彻底崩溃，在家又哭又闹，摔盆砸碗。王长贵，我原本只以为你是有贼心没贼胆，结果现在全国都知道了你的龌龊事。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，你跟那个寡妇到底勾搭了多久？连孩子都有了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把这个家当什么了？桂兰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，网上的话不能信。陷害，证据都摆到脸上了，你还想狡辩？当初你逼着林浩那老实孩子认账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原来你是在给自己擦屁股。这一切都怪柳如烟，是她硬往我身上贴，我才一时糊涂着了她的道。当我知道孩子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。我是村长，这要传出去，我还怎么做人？做人？你早就不配做人了，全网都在骂你，咱们家祖宗18代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离婚，马上离婚！家里的房子、存款你一分都别想碰，必须净身出户。桂兰，咱们这么多年夫妻，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我也只不过是犯了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现在我账号还能赚钱，等我赚够了，咱们赚钱？你赚的都是昧良心的钱，我嫌脏。你要么现在跟柳如烟断干净，要么就滚出这个家。从此以后，咱们一刀两断。王长贵看着歇斯底里的李桂兰，又看了看手机里能日进斗金的直播账号，狠了狠心。离就离，李桂兰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自己就是个黄脸婆，只会拖我后腿。柳如烟不仅年轻貌美，还能帮我一起赚钱。等我赚够了钱，看谁还敢看不起我。既然你非要离，那就离，这个家我也不稀罕了。我告诉你，李桂兰，以后跟着我，日子只会比现在更好，你别后悔。王长贵，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王长贵摔门而去，他一路小跑冲进柳如烟那间破屋，进门就攥住她的手，眼神里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。如烟，你放心，我跟李桂兰彻底断了，我这辈子就盼着能有个儿子，只要你给我生下儿子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可现在还有张老根那个麻烦精，怎么办？这个老光棍真是个丧门星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嫁给他，现在反倒成了定时炸弹。他知道咱们太多事，留着他，迟早要坏事。留着他，咱们永无宁日。只要他出了事，就没人能阻拦咱们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他不是爱喝吗？就让他喝多了失足落水，神不知鬼不觉。那可是人命。人命？我肚子里是你的儿子，是你王家唯一的根。张老根不嘎，嘎的就是咱们俩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儿子不能有事，我这辈子就盼着一个儿子，绝不能栽在张老根手里。张老根天天晚上都要喝半斤白酒，一喝就醉的人事不行。村西头那口老井旁边又滑又黑，咱们只要把他引过去，再那么轻轻一推，到时对外就说他喝多了自己失足掉进去，谁会怀疑一个烂酒鬼呢？好，就这么办，今晚就动手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多留他一天，咱们就多一天危险。扒了个根的臭婆娘，嫁给我还天天跟王长贵鬼混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。柳如烟算准了张老根喝到半醉的时间，这才冷着脸走了过去，压低声音故意激他。张老根，你在这骂有什么用？有种跟我去村西头，我把我和王长贵的事都告诉你。柳如烟，你个害人精，还有脸来找我？你骗我，辱我，给我戴绿帽，我恨不能扒了你的皮。你也就敢在这耍威风？王长贵在村西头等你，有本事你去跟他对峙，不敢去，你就一辈子是个缩头乌龟。去就去，我会怕他？今天我非弄清楚你们俩到底瞒了我多少事。走，前面带路，敢骗我，我现在就掐死你。哼，有本事就跟来。张老根醉醺醺的跟着柳如烟往村西头走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走向死路。而王长贵则提前藏在老井旁边的树后，手里攥着一块石头，眼神凶狠的盯着越来越近的两人。王长贵还不动手？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
张老根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王长贵、柳如烟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们要杀人灭口啊！救命！喊，你尽管喊。这黑灯瞎火的，就算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能听见。你个老光棍，嘎了也是白嘎。接着扑通一声巨响，张老根重重掉进冰冷的井里，水花四溅。你就安心去吧。别看了，赶紧走。两人慌慌张张逃离现场，一路跑回柳如烟的破屋，关紧房门，大口喘着粗气。终于解决了，张老根一嘎，再也没人能指证咱们了。嘎了好，嘎了干净。明天你就假装出门找张老根，意外发现他掉进井里，然后我再以村长的名义出面，让人把他捞上来，随便找个破席子埋了，这事儿就彻底翻篇了。好，到时我会提前把村民都引过去，只要他们信了，这事就成了。等风头过了，咱们继续直播捞钱，以后谁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天蒙蒙亮，柳如烟刚赶到井边，就听见一声尖叫，原来是村西头挑水的村民路过老井，低头一看，竟意外发现了张老根。割人了，井里割人了，是张老根！喊声瞬间惊动了半个村子，村民们纷纷往老井边跑，同时还有人赶紧跑去找村长王长贵。王长贵故作慌张，一路小跑赶来，挤开人群往井里一看，立刻捂着脸悲痛大喊：哎呀，这不是老根吗？怎么掉井里了？昨天见他还好好的，肯定是晚上喝多了，黑灯瞎火失足掉下去的啊！造孽！村民们七手八脚把张老根的尸体捞上来，只见他浑身湿透，面目浮肿，身上还带着浓重的酒气。昨晚我还看见他在门口喝酒骂街，喝得醉醺醺的。喝酒误事啊，这么一条人命就没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回去就得让我家那口子戒酒。一旁的柳如烟见状，脸上瞬间堆起泪水，跌跌撞撞扑到尸体旁，开始撕心裂肺的哭嚎。老根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我昨天还劝你少喝点酒，你怎么不听啊？你走了，我一个女人可怎么活啊？为什么？嗨，老根媳妇儿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当心肚子里的孩子，虽然老根平时是个混不吝的，但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今后肯定也会替他多照应着你。柳如烟也太命苦了，这刚嫁人没几天，男人又没了。王长贵趁机站出来，摆出村长的架子，大声说道：乡亲们，老根也是咱们村的人，虽然平时爱喝酒，但人不坏，人死为大，咱们帮忙凑口棺材，找地方把他埋了，让他入土为安。村民们不疑有他，七手八脚帮忙处理后事。张老根就这么被定性为醉酒失足落水，草草下葬。柳如烟和王长贵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除掉了心头大患，更加肆无忌惮，总算解决掉这个累赘了。以后再也没人能碍咱们的眼，拆咱们的台了。是啊，咱们赶紧把直播开起来，趁着还有热度，再多捞几笔。等我们赚够了，我们就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我风风光光娶你进门。对，赶紧开直播，网友们的打赏还等着咱们呢。我都想好说辞了，就说我命苦，刚嫁人就幼守寡，求大家可怜可怜我。柳如烟兴冲冲点开直播软件，可屏幕刚一亮，就弹出一行刺眼的红字，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手指慌乱的来回点，可无论怎么操作，都只有同一个提示：怎么回事？我的账号怎么登不上去了？昨个不还好好的，让我看看。只见手机屏幕上清晰显示，您的账号已被永久封禁。长贵，现在全完了，账号被封，钱没了，名声也臭了。这一切肯定都是林婉那个贱人害的，是他在背后捅刀子，把我们的事捅到网上，不然我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我早就知道是他，最初要不是林婉多管闲事，我们哪会走到这一步？他毁了我的一辈子，逼得我嫁给张老根，现在又断了我们的财路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你怀着我的儿子，不能动气。林婉那边，我帮你出气。他不是最在乎他弟弟林浩吗？不是最在乎那个家吗？我们就从他最在意的东西下手。对，长贵，林婉家天天做饭吃，只要在他们家的水缸、米桶里动点手脚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们一家人就会慢慢垮掉。到时候林浩身子坏了，前途毁了，林婉也活不成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，只要能给我儿子出气，只要能报复林婉，我什么都敢干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弄东西。当天深夜，王长贵趁着天黑，偷偷摸摸跑到村头老农药店，买了一包烈性农药，又藏了一包老鼠药，揣在怀里，一路小跑回来，把东西塞给柳如烟。东西到手了，你小心点用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等事成之后，你生下儿子，我们就离开这个村子，到外面重新过日子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林婉付出代价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再也爬不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柳如烟装作捡柴火的样子，一路磨蹭到我家院子附近。她盯着我和林浩出门的空隙，猫着腰溜进我家院子，一路冲到厨房。柳如烟紧张的浑身发抖，左右确认没人，飞快拧开农药包，一股脑倒进我家水缸，又把老鼠药拌进米桶、面缸里。她做完这一切，擦去痕迹，装作捡柴的样子溜出院子。林婉，
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咦，不对劲，厨房怎么会有这么重的农药味？不会又是柳如烟搞的鬼吧？思及此，我没有声张，悄悄取样留证，直接去了镇上帽子局报案。民警当场化验，确认是剧毒，立刻赶来抓人。民警推门而入时，柳如烟正靠在王长贵怀里，悠闲地摸着肚子，等着我和林浩的死讯。有人举报你们涉嫌故意嘎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胡说，我没有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警察同志，凡事要讲证据，我们安分守己，怎么可能嘎人？一定是有人恶意诬告。要证据是吧？把人带过来。没过几分钟，村头开小卖部的老王被民警请了过来。老王一看见王长贵，立刻指着他的鼻子，大声作证：警察同志，就是他。昨天深夜，就是王长贵来我店里买的烈性农药和老鼠药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他当时鬼鬼祟祟，还特意用黑袋子装着。你别乱说话，我没有。我怎么乱说了？你当时还说家里老鼠多，要强效的。我这店里有监控，要不要调出来看看？是啊，我家就是老鼠多，我用来药老鼠不行吗？那请问你把药用在哪儿了？我们取一下证。一句话戳破了最后一层伪装。王长贵浑身发抖，眼神慌乱。他知道买农药的事一曝光，他彻底逃不掉了。轻则坐牢，重则吃花生米。完了，我跑不了了。我进去行，但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不行。我这辈子就盼着一个儿子，我不能断后啊！王长贵猛地抬头看向柳如烟隆起的肚子，眼神从慌乱变成决绝。他咬了咬牙，突然往前一站，对着民警和所有村民大声嘶吼：药是我买的，毒是我投的，跟柳如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柳如烟更是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王长贵。所有事都是我主使的，她怀着孩子是被我逼迫的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长贵，你别这样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算做一辈子牢吃花生米也值了。我王长贵不能没有后。是他，都是他逼我的，我不敢不听，我怕他伤害孩子。民警再三审问，王长贵一口咬定自己是主谋，所有罪责全往自己身上揽。因为王长贵的主动顶罪，加上柳如烟怀着身孕，警方暂时对他取保候审，让他先待产。王长贵被押走那天，还一步三回头，反复叮嘱柳如烟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。记住，生儿子一定要给我生个儿子，我在牢里等你的好消息。几个月后，柳如烟在镇卫生院生下孩子，而此时产房外早就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，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个让村长豁出一辈子的孩子到底长什么样。随着呱呱坠地声响起，护士抱着孩子出来，脸色却十分古怪。谁是柳如烟家属？孩子生了，是个男孩，就是这肤色。我家属不在，就我自己。柳如烟强撑着身子伸手去接，可当他看清孩子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干。只见孩子皮肤黝黑发亮，头发自然卷曲，嘴唇厚，眼窝深，分明一副歪果人的模样。别说像王长贵，就连跟村里任何一个人都沾不上半点关系。柳如烟双手控制不住的发抖，脸色惨白如纸，慌忙用衣襟死死捂住孩子的脸，声音发颤：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你们报错了，快给我换回来，这不是我的孩子。产妇，你冷静点，产房就你一个刚生产，怎么可能报错呢？孩子就是你的。这一幕落在周围村民眼里，大家先是一愣，随即炸开了锅。有人探头看清了孩子的模样，当场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来。我的娘！哎，这孩子咋这么黑，头发还卷卷的，这根本不可能是王掌柜的种啊！笑死了，这是天大的笑话。王掌柜替他顶罪，坐牢坐得心甘情愿，盼了半辈子的儿子，结果是个黑娃。柳如烟这个女人心也太狠了，王长贵对她掏心掏肺，什么罪都替她扛，她背地里居然给人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。这下好了，村长一辈子护着的儿子，压根不是自家的，传出去咱们村都要跟着出名喽。哄笑声、议论声、嘲讽声此起彼伏，柳如烟被围在中间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死死抱着怀里的孩子，浑身发抖，眼泪混着冷汗往下掉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王长贵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我。我以后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了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短短一上午就传遍了10里8村。有人特意骑车赶来卫生院看热闹，甚至还有人把孩子的模样拍下来传到网上。我站在人群后面，冷冷看着这一幕，之后把孩子的照片和真相托人带进了监狱给王长贵。他拿着照片看清孩子那明显不是自家肤色时，当场目眦欲裂。不可能，我的儿子呢？柳如烟，你这个毒妇，你骗我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替你嘎人，替你顶罪，你就给我生了这么个东西，我不甘心啊！王长贵没想到盼了半辈子的儿子
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柳如烟自始至终都在利用他，他护的根本不是自己的骨肉。巨大的羞辱和愤怒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理智，他猛地扑到牢门边上，对着狱警疯狂嘶吼：我要翻供，我要揭发柳如烟，我要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。狱警见状立刻上报，民警迅速提审王长贵。审讯室里，王长贵整个人像被抽走魂魄，又像被彻底激怒的疯狗，字字泣血，句句咬牙。我之前全是撒谎，我没有主谋嘎人，也没有逼着他投毒，一切都是柳如烟干的。你说翻供就翻供，当初可是你自己一口咬定。我那是以为她怀了我的儿子，我以为我能留后，我才替她顶罪。我蠢，我瞎，我活该。还有一件事我要坦白，张老根不是意外落水，是柳如烟记恨他，怕他泄密，先把张老根击到井边。我是被他怂恿，被他拿孩子要挟，才一起动手把人推下去的。投毒也是他的主意，是他恨林婉毁了他的财路，是他天天撺掇我报复林婉。农药是我去买的，但全是他指使，他计划，他亲手倒进林家水缸的。我从头到尾都是被他骗，被他利用，所有一切都是柳如烟指使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不要放过他。王长贵为了泄愤，把所有细节一股脑全吐了出来。什么时候密谋，怎么引诱张老根，怎么推人下水，怎么商量投毒，怎么伪装现场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，连时间、地点、对话都分毫不差。我这辈子就想要个儿子，他骗我、耍我，拿我当枪使，我替他扛嘎人的罪，扛投毒的罪。他在外面风流快活，生个野种羞辱我，我就是死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根据王长贵的翻供证词，民警立刻重新立案侦查，结合之前我保留的证据，小卖部老板的证词，经历现场痕迹比对，所有真相彻底大白。还在村里装可怜，想靠着孩子混口饭吃的柳如烟被民警当场抓获。他还想撒泼耍赖，哭哭啼啼抵赖，可王长贵的供词、现场证据、村民证言环环相扣，他再也无从狡辩。柳如烟，你涉嫌故意嘎人、故意嘎人未遂、诈骗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走。最终，柳如烟数罪并罚，被依法严惩。王长贵虽有翻供情节，但参与嘎人、投毒证据确凿，也没能逃脱应有的惩罚。两人机关算尽，最终双双锒铛入狱，一辈子都毁在了自己的贪婪和恶毒里。风波落定，村子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那些曾经跟着起哄、对我们指指点点的村民，在见到我和弟弟时，全都带着愧疚与歉意。婉妹子、耗子，以前是我们糊涂，瞎了眼冤枉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和弟弟没有过多责怪，上一世的苦，这一世的冤，都随着恶人伏法彻底烟消云散。我们以后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把失去的时光一点点补回来。